第一课，旅行行程。你考虑过我们的旅行行程了吗？是的，我已经为我们的旅行计划了一个大致的时间表。太棒了！我们先去哪里？首先，我们将参观法国首都巴黎。很棒的选择。我们不应该错过哪些景点？我们必须参观埃菲尔铁塔，探索卢浮宫博物馆。我听说卢浮宫很大，我们应该为此分配多少时间？我建议至少花一整天时间来探索博物馆。听起来不错。我们行程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巴黎之后，我们将前往意大利美丽的城市罗马。我很高兴看到那里的斗兽场和梵蒂冈城。绝对可以。斗兽场具有如此重要的历史意义。你认为我们应该在罗马待多少天？我认为3天应该足够探索主要景点。好吧，罗马之后我们要去哪里？然后，我们将前往西班牙充满活力的城市巴塞罗那。巴塞罗那以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，比如高迪的作品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们不应该错过圣家堂和古埃尔公园。我们应该为巴塞罗那分配多少天？我建议至少花2天时间来体验它的魅力。太棒了！我们的旅行行程中还有其他目的地吗？是的，我们的最后一站将是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。我听说那里的运河和博物馆值得一游。绝对可以。我们应该探索安妮·弗兰克故居和梵高博物馆。你认为我们应该在阿姆斯特丹待多少天？我认为2天就足够参观主要景点了。我完全同意。我很期待我们的冒险。我也是。让我们充分利用它，创造持久的回忆。绝对可以。感谢你计划这个精彩的行程，安娜。第二课，提供个人信息。绝对可以。我需要你的姓名和信用卡详细信息才能继续预定。当然，我叫安娜·约翰逊。关于信用卡，提供这些信息是否安全？是的，我们非常重视安全性。我们采用了安全加密措施来保护您的数据。这令人放心。我现在应该提供我的信用卡号吗？是的，请向我提供16位数的信用卡号。好吧，是4532567890123456。谢谢你，安娜。现在，我还需要卡的到期日期。到期日期为9月25日。完美。最后，我需要卡背面的3位数的 CVV 代码。
，CVV 代码为123。谢谢你，安娜，我已成功处理您的付款，预定已确认。太棒了，感谢你帮忙预定。我很高兴，安娜。还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吗？目前不是，但如果我还有其他问题，我会告诉你。随时联系我们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安娜。第3课，分享最喜欢的食谱。毫无疑问，这周你有什么最喜欢的食谱要推荐吗？是的，我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食谱，让我和你分享一个。那太棒了！你想分享的食谱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之一是经典的意大利面条 carbonara， 它既美味又易于制作。听起来很好吃。你能分享一下食材和烹饪步骤吗？当然，要制作意面 carbonara， 你需要意大利面、鸡蛋、意式培根、帕尔马干酪、黑胡椒和盐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你能指导我完成这些步骤吗？首先，煮意大利面直到变硬，在意大利面煮熟的同时，将意式培根煎至酥脆。培根变脆之后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？在碗里，将鸡蛋、磨碎的帕尔马干酪、黑胡椒和少许盐搅拌在一起。然后呢？我们如何处理煮熟的意大利面条和意式培根？沥干煮熟的意大利面，将其与意式培根一起放入锅中，关掉火源，搅拌均匀。最后一步是什么？我们如何混合鸡蛋和奶酪的混合物？趁热将鸡蛋和奶酪混合物倒在意大利面上，把所有东西都扔在一起。加入鸡蛋混合物后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煮吗？不，意大利面条的热量会煮鸡蛋，继续搅拌直到酱汁变稠即可。听起来简单又好吃。还有其他实用小贴士或配菜吗？你可以在上面再撒一些磨碎的帕尔马干酪和切碎的欧芹。谢谢你，安娜。我等不及要尝试按照你的食谱做意大利面了 carbonara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我希望你和我一样喜欢它。祝你好胃口。谢谢你，安娜。我会告诉你结果如何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4课，装饰工具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装饰工具怎么样？你有什么建议吗？绝对可以。每个面包师都应该拥有一些必备的装饰工具。烘焙必备的装饰工具有哪些？一套好的管道吸头、一个管道带和一把胶印刮刀是必不可少的。你用管道吸头做什么？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？管道尖端用于使用磨砂创建不同的形状和设计，例如
您可以使用星形笔尖来输送玫瑰花环，或使用圆形笔尖进行书写。听起来很有趣。那么管道带的目的是什么？管道带可容纳糖霜，可让您在装饰时控制流量。有不同类型的管道带吗？你会推荐哪一个？有一次性塑料管道带和可重复使用的布质管道带。我建议从一次性开始，因为它们更方便。很高兴知道。那偏移刮刀呢？它如何用于装饰？胶印刮刀非常适合平滑蛋糕上的糖霜，并形成干净的边缘。你觉得还有其他有用的装饰工具吗？是的，转盘在装饰时旋转蛋糕非常方便，它有助于实现均匀流畅的效果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提示。还有什么我应该考虑添加到我的装饰工具包中的吗？我还建议使用蛋糕梳或刮刀在糖霜上创建带纹理的设计。谢谢你，安娜。这些建议肯定会帮助我开始装饰。不客气，约翰。装饰愉快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，请随时提问。我很感激你的帮助。如果我需要进一步的指导，我一定会联系的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5课，乘坐公共交通。我应该乘哪条地铁线去市中心？您可以使用车站提供的公交地图来找到合适的地铁线路。有不同的地铁线路可供选择吗？我怎么知道该吃哪一个？是的，有多条地铁线路，寻找朝着市中心方向行驶的线路。如何在交通地图上识别正确的地铁线路？地铁线路通常采用颜色编码，并标有各自的名称或数字。这很有帮助。找到正确的线路后，我怎么知道该在哪个站下车？公交地图将显示地铁沿线的车站名称。寻找离目的地最近的车站。车站附近有提及的地标或景点吗？是的，有些地图包含车站附近的著名地标或景点，以帮助您更好的导航。这很方便。如果我不确定，我可以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路线吗？绝对可以。车站工作人员随时为您解答可能需要的任何问题或指示。在去地铁之前，还有其他资源或应用程序可以用来规划路线吗？是的，有各种公交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您规划路线，并提供列车时刻表的实时更新。很高兴知道。我一定要有公交地图或者在乘坐地铁时使用有用的应用程序。做好准备并了解情况总是一个好主意。祝您旅途安全愉快。谢谢你，安娜。我很感激你的指导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6课，借一支笔。
对不起，安娜，你能借一支笔吗？当然，约翰，开始吧。谢谢你，安娜，我很感激。不客气，任何时候你需要它。我一定要稍后再把它还给你。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我保证，我会好好照顾的。我相信你。如果你还需要什么，请告诉我。我会的。再次感谢，安娜。莫问题，约翰。祝您度过富有成效的一天。你也是，安娜。小心。第7课，选择住宿。那住宿呢？我通常住在经济型酒店或……对于注重成本的旅行者来说，廉价酒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还会推荐其他类型的住宿吗？是的，您也可以考虑旅馆或度假租赁以获得更实惠的选择。住在旅馆有什么好处？旅馆通常更便宜，并且提供了与其他旅行者见面的机会。住在旅馆有什么缺点吗？共用设施和较少的隐私可能是一个缺点，但这取决于个人喜好。那度假屋呢？它们如何比较？度假租赁提供更多的隐私和便利设施，如家外之家。度假租赁通常比经济型酒店贵吗？这取决于位置和具体的租金，但在某些情况下，它们可能相当，甚至更便宜。有没有热门的网站或平台可以找到度假屋？是的 ，Airbnb 和 VRBO 是寻找度假租赁的热门平台。预订住宿时我应该考虑什么吗？位置、评论和便利设施是预订前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。选择住宿时是否有任何安全考虑？研究社区的安全性并阅读有关住宿的评论总是一个好主意。谢谢你的提示，安娜。在计划下一次旅行时，我会记住它们。不客气，约翰。祝您旅行愉快，住宿愉快。我很感激，安娜。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8课，表达意见和解决问题。观点，他们能查明问题所在吗？是的，从不同的角度收集意见可以帮助更准确地识别问题。我想你是对的。你碰巧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吗？好吧，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根本原因，然后我们可以集思广益潜在的解决方案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收集意见？我们可以进行调查、访谈或进行讨论，以收集相关利益相关者的见解。
好主意。收集意见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分析观点，寻找常见的模式或主题，并优先考虑最重要的模式或主题。以及我们如何根据观点查明问题呢？通过识别意见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或疑虑，我们可以缩小问题的范围。这听起来合乎逻辑。查明问题之后，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？然后，我们可以考虑意见中共享的观点，集思广益潜在的解决方案。我们是否应该让其他人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？是的，让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，可以带来不同的想法，并增加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的机会。太棒了！我们如何评估潜在的解决方案？我们可以根据可行性、有效性以及予以发现问题的一致性来评估每种解决方案。最后，我们如何实现所选的解决方案？制定行动计划，分配资源并监控进展情况，以确保成功实施。谢谢你的指导，安娜。我现在对解决问题更有信心了。不客气，约翰。解决问题是一项宝贵的技能。祝你在未来的努力中好运。我很感激，安娜。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9课，探索哥斯达黎加的景点。哥斯达黎加怎么样？它拥有迷人的海滩和各种野生动物。哥斯达黎加确实是一个以其自然美景而闻名的绝佳目的地。你建议去哪些特定的海滩吗？普拉亚曼努埃尔、安东尼奥和塔马林多海滩是拥有原始海岸的热门选择。这听起来很神奇。哥斯达黎加的野生动物呢？哥斯达黎加是野生动物爱好者的天堂，你可以发现猴子、树懒和五颜六色的鸟。有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可供探索吗？是的，哥斯达黎加有几个国家公园，如科尔科瓦多和托尔图盖罗，提供独特的体验。你能参加任何活动来接近野生动物吗？绝对可以。你可以参加带导游的徒步旅行、野生动物之旅，甚至是树观之旅，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。这太迷人了。还有其他值得一游的景点吗？阿雷纳尔火山、蒙特维德云雾森林和奥萨半岛是必游目的地。哥斯达黎加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哥斯达黎加还以其对可持续旅游业和环保做法的承诺而闻名。这令人印象深刻。哥斯达黎加的天气怎么样？哥斯达黎加属于热带气候，雨季为5月至11月，旱季为12月至4月。最佳天气的最佳游览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旱季通常被认为是晴天和天空更晴朗的最佳旅游时间。谢谢你的见解，安娜。哥斯达黎加听起来像是一个梦想的目的地。
不客气，约翰。我相信你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探索它的自然奇观。我等不及了，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0课，为起居室购买家具。我的起居室需要一张新的咖啡桌，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自己正在寻找一款复古梳妆台，让我们探索我们的选择。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精选的咖啡桌和复古梳妆台？家具店、古董店以及像 Etsy 和 eBay 这样的在线市场都是不错的起点。选择咖啡桌时，我们应该考虑什么？尺寸、风格和功能是重要因素，考虑一下尺寸及其与客厅装饰的搭配方式。这是有道理的。对咖啡桌款式有什么建议吗？这取决于您的喜好和客厅的整体美感。一些流行的风格是现代、质朴和工业风格。那咖啡桌的材料呢？咖啡桌可以由木头、玻璃、金属或组合制成。选择一款与您现有家具相得益彰的家具。好主意。那么，找一个复古梳妆台怎么样？寻找当地的古董店或浏览专门销售古董家具的在线平台。我们应该在复古梳妆台中寻找任何特定的特征或特征吗？注意为作品增添个性的状态、工艺和独特的设计元素。我们也应该考虑梳妆台的大小吗？绝对可以。测量卧室的可用空间，确保梳妆台恰到好处。在购买家具时，你有什么谈判价格的技巧吗？礼貌的谈判和对可比价格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您获得更好的交易。这很有帮助，我会记住的。谢谢你，安娜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快乐找家具，让我们找到完美的咖啡桌和复古梳妆台。的确，祝我们俩好运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1课，设置对讲系统。我听说过对讲系统，这听起来很有趣。你是如何设置的？设置对讲系统涉及几个步骤，让我们来看看它们。安装对讲系统时，我应该从哪里开始？首先，计划在家中或办公室中放置对讲机单元。我需要什么设备来安装对讲系统？您将需要对讲机单元、布线或无线设备以及中央控制面板。对讲系统是如何工作的？对讲机单元通过布线或无线信号连接，允许不同地点之间的通信。我可以使用对讲机与多个房间通信吗？是的，可以将对讲系统设置为与特定房间通信或向所有单位广播消息。
这很方便。有不同类型的兑奖系统吗？是的，有些有线对讲系统需要物理连接，有些无线系统则使用无线电波。你会推荐哪种类型的家居设置？对于住宅用途，无线对讲系统很受欢迎，因为它们更易于安装且更灵活。如何安装无线对讲系统？无线对讲机通常附带说明书，请遵循制造商的安装指南。我也可以将对讲系统用于安全目的吗？是的，一些对讲系统具有视频功能，允许您在家门口看到访客并与之交流。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。安装对讲机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？确保有线对讲机的稳定电源，并检查无线系统的无线范围。谢谢你的指导，安娜。我很高兴现在能设置一个对讲系统。不客气，约翰。享受新对讲系统的便利和通信优势。我会的，保重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2课，将付款拆分为季度分期付款。我有个主意，如果我们在1年内将付款分成季度分期付款，而不是一次性付款，该怎么办？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，让我们讨论一下如何让它发挥作用。我们应该如何计算每季度分期付款的金额？我们可以将总付款除以4来确定每期付款的金额。那么，如果总付款额为4000美元，则每季度分期付款将为1000美元。这是正确的。如果我们将付款分成4个相等的部分，则每笔分期付款为1000美元。我们应该为这些季度分期付款设定多长时间？由于我们将在1年内将其拆分，因此我们将分4季度分期付款，每3个月一期。这似乎是合理的。我们需要考虑其他费用或利息吗？这将取决于协议。一些付款计划可能包括利息或管理费，因此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澄清。这是个好观点。我们应确保审查付款计划的条款和条件。绝对可以。在承诺分期付款计划之前，必须了解所有细节。我们是否应该签署合同或协议以正式确定付款安排？是的，建议签订一份书面协议，概述付款条件和双方的责任。这提供了清晰度并避免了任何误解。我同意。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。签订书面协议可以保护我们两个。当然，它确保了透明度，并为付款安排设定了明确的期望。您是否更喜欢哪种特定方法来支付这些季度付款？我们可以与付款方讨论首选的付款方式和时间表。
好主意，为所涉双方建立可靠而便捷的付款方式至关重要。一旦我们最终确定了分期付款计划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相应的按季度付款。是的，我们应该遵守商定的时间表，以保持顺畅的付款流程。感谢您在制定这种付款安排方面的投入和合作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找到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总是件好事。让我们继续执行分期付款计划。同意，谢谢你，安娜。我相信这种付款安排对我们来说会很好用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我相信也会如此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谢谢你，安娜。你也过得愉快。第13课，询问时间估算。我有任务要完成，你能帮我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吗？当然，我会尽力给你一个估算值。你指的是什么任务？我需要写一份工作报告，它涉及研究和分析。撰写报告可能需要一些时间，具体取决于所需的研究复杂性和数量。我明白。考虑到所涉及的研究，合理的时间范围是多少？如果不知道具体情况，就很难确切地说，但我估计可能需要几天到1周的时间。这给了我一个大致的想法。感谢你帮助缩小时间范围。不客气，约翰。你有报告的最后期限吗？是的，它将在2周后到期。我想确保为任务分配足够的时间。截止日期为2周，您应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来完成报告。听到这真是令人放心。我会制定一个计划并相应的分配时间。提前规划是一个好策略，它有助于确保您有足够的时间来制作质量报告。绝对可以。我想提供一份经过充分研究和写得很好的文件。这值得称赞，约翰。花时间制作高质量的作品总是值得的。感谢您在整个过程中的支持和指导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我是来帮忙的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，请告诉我。我会的。谢谢你，安娜。您的意见非常宝贵。这是我的荣幸，约翰。我很高兴能帮助你。祝你的报告好运。谢谢你，安娜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4课，练习正念饮食。我明白了。我通常吃得这么快，我怎样才能开始练习？正念饮食可以帮助你放慢脚步，享受用餐的乐趣。以下是一些入门技巧。我该怎么做才能在进食时变得更加专心？首先，注意你的食物，激发您的感官，
专注于口味、质地和香气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经常在被手机或电视分散注意力的同时吃东西。尽量减少进餐时的干扰，营造一个平静的环境，全神贯注于食物。我怎样才能放慢进食速度？少吃一口，彻底咀嚼食物，这使您可以品尝味道并促进更好的消化。我会试试的。我往往在没有真正品尝食物的情况下匆忙的吃饭。快速进食是很常见的，但是放慢进食速度可以帮助你欣赏味道并感到更满意。还有其他技巧可以用来练习正念饮食吗？你可以尝试在两口之间放下餐具，花点时间呼吸，它有助于营造节奏和对饮食节奏的认识。我会试一试的。在两口之间休息一下，听起来是减速的好方法。它可以有所作为，约翰。正念饮食就是要在场并充分体验滋养身体的行为。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匆忙的吃饭。我很欣赏这些建议。这是一种常见的习惯，但通过练习，你可以养成有益于整体健康的正念饮食习惯。我很高兴开始将这些练习纳入我的日常生活。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，约翰。请记住，这是一段旅程，进步需要时间，对自己要有耐心。我会记住的。感谢您的指导和支持，安娜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，请随时提出。我很感激。如果我需要进一步的指导，我会联系的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5课：堆肥厨房残渣和树叶。我听说初学者可以使用厨房残渣将它们与树叶混合进行堆肥，很容易吗？是的，用树叶堆肥厨房残渣是创造营养丰富的土壤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。我可以使用哪种厨房废料来堆肥？你可以使用水果和蔬菜皮、咖啡渣、蛋壳，甚至茶包，避免添加肉类或奶制品。很高兴知道，我做饭时有很多蔬菜残渣。太完美了！蔬菜残渣是堆肥堆的极好补充。我在哪里可以把树叶和厨房残渣混在一起？你可以从院子里或附近的公园收集落叶，确保它们不含化学物质或杀虫剂。秋天我的院子里有很多树叶，我能用哪些？太棒了！落叶为堆肥堆提供了富含碳的物质。如何混合厨房残渣和树叶进行堆肥？在厨房残渣上铺上等量的树叶，力求绿色和棕色材料的良好平衡。堆肥中的绿色和棕色材料是什么？绿色材料富含氮气，例如厨房废料，而棕色材料，例如树叶、
则提供碳。那么，我在堆肥堆里交替放几层厨房残渣和树叶。是的，没错。继续分层，直到厨房残渣和树叶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堆肥准备需要多长时间？这取决于各种因素，但堆肥通常需要几个月到1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分解。这是一个合理的时间框架，我会耐心等待，让它有时间分解。耐心是堆肥过程的关键。定期翻转堆积物并保持其湿润将有助于加速分解。我一定会这样做的。我很高兴能开始堆肥并减少浪费。太棒了，约翰！堆肥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，对您的花园和环境都有好处。感谢你解释这个过程，安娜。我很感激你的指导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堆肥或园艺的问题，请随时提问。我会的。再次感谢你，安娜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6课：信任安全措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提醒自己要相信安全措施。这是个好心态，约翰。信任安全措施可以帮助缓解焦虑并增强安全感。有时可能具有挑战性，尤其是在存在种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。我明白，但是遵循既定的安全协议可以显著降低伤害风险。我同意。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安全并信任已采取的措施。绝对可以。安全措施是在专家建议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实施的。知道这一点令人放心。我会不断提醒自己相信它们的有效性。这是一种积极的方法，约翰。信任安全措施使我们能够更加自信地度过不确定的时期。我还提醒自己，通过采取这些措施，我不仅可以保护自己，还可以保护周围的人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。我们负有保护彼此安全的集体责任。确实，通过信任和遵守安全措施，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。没错，约翰。信任安全措施是维护健康安全的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谢谢你的鼓励，安娜。它可以帮助我专注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不客气，约翰。请记住，我们齐心协力，信任安全措施是一项共同的承诺。绝对可以。我致力于遵循这些指导方针，并相信它们的有效性。这值得称赞，约翰。通过这样做，您可以为自己和周围人的福祉做出贡献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认真对待。安全应始终是重中之重。我完全同意，约翰。如果您对特定的安全措施有任何问题或疑虑，请随时提问。
我很感激，安娜。如果我需要任何澄清，我会联系的。感谢您的支持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注意安全，小心。我们将共同克服这些挑战。谢谢你，安娜。你也是。让我们相信安全措施，互相照顾。第17课，设置叫醒电话。注意到了7点，我会在7点安排叫醒服务。这是个好主意，约翰。叫醒电话可以帮助确保你准时起床。我早上有个重要的会议，所以我不想睡过头。安全总比后悔好。叫醒电话可以给你额外的保证。我怎样才能在酒店安排叫醒服务？通常，您可以致电酒店的前台，要求在所需时间叫醒服务。好吧，我会给他们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在7点叫醒电话。那才是必经之路。这是按计划进行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。在请求叫醒时，我应该提供任何具体信息吗？通常，他们会询问您的姓名、房间号和您想接听电话的时间。当我给他们打电话时，我会确保提供所有必要的细节。太棒了！仔细检查时间并确认叫醒电话可确保准确性。我一定会确认时间，以避免任何混乱或错误。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，约翰。在重要的预约方面，最好做到透彻一点。谢谢你的提醒，安娜。我很感激你的指导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我是来帮忙的。还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吗？目前不是，安娜。我来处理叫醒电话。再次谢谢你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如果您将来还有其他问题或需要帮助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我会记住的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安娜。第18课，为长时间工作选择多功能服装。特别是在长时间工作时，我需要多功能的服装。这是个聪明的方法，约翰。多功能服装可以帮助您全天保持舒适和时尚。我想尽量减少每天早上花在选择穿什么上的时间和精力。我明白，拥有一个装有百搭单品的衣柜可以简化流程并节省您的时间。为了实现多功能性，你会推荐哪种服装？寻找量身定制的裤子、西装外套和中性色衬衫等物品，它们可以很容易的混合和搭配。这是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可以使用相同的衣服来制作不同的服装。没错，通过组合不同的上衣和下装，您无需大衣橱即可打造多种造型。有什么我应该重点关注的特定颜色或图案吗？黑色、灰色、海军蓝和白色等中性色始终是安全的选择。
它们可以轻松地与其他颜色搭配。这很有帮助，我会确保有不错的中性色衣服可供选择。好主意，约翰。中性色为创建各种服装组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那配饰呢？它们能为我的服装增添多功能性吗？绝对可以。围巾、腰带和个性珠宝等配饰可以立即提升您的造型并增加多样性。我会记住的。配饰似乎是换衣服的简单方法。它们当然是，它们可以将基本装扮变成时尚而独特的服装。我很感激你的建议，安娜。我很高兴能用百搭单品改造我的衣柜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投资多功能服装将使工作着装变得更加容易。我很期待体验它带来的便利和灵活性。我相信你会享受这些好处的，约翰。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时尚小贴士或建议，请随时提问。谢谢你，安娜，我会记住的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第19课，最近的自然灾害。最近在不同地区发生了许多自然灾害，我们应该随时了解情况，讨论这些重要问题以提高认识。绝对可以。了解受影响地区并了解这些灾难的影响至关重要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关注提供有关当前局势的可靠信息的新闻媒体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保持最新情况并了解正在进行的救济工作也很重要。我们还可以与朋友和家人讨论这些问题，以提高认识并鼓励支持。当然，通过对话和共享信息，我们可以帮助调动资源和援助。支持向受影响社区提供援助的组织至关重要。捐款可以产生重大影响。没错，我们可以研究信誉良好的慈善机构，并尽我们所能做出贡献，无论是通过捐款还是志愿服务。此外，我们可以自学备灾知识，并与他人分享这些知识。绝对可以。做好准备并知道在危机时期如何应对，可以挽救生命。让我们随时了解情况并参与进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产生积极的影响。第20课，探索古城。我正在考虑探索一座古城，你呢？听起来很迷人。古代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。你在考虑哪个城市？我正在考虑参观罗马，它以其古老的废墟而闻名，例如斗兽场和古罗马广场。罗马是个不错的选择，那里的建筑和考古遗址令人难以置信。你计划好待多久了吗？我还没有决定，但我正在考虑待大约1个星期，那应该给我足够的时间来探索主要景点。
1周听起来很合理，您将有足够的时间沉浸在这座城市的丰富历史中，在那里别忘了品尝一些正宗的意大利美食。绝对可以，我很期待尝试一些美味的意大利面和披萨。你对罗马的餐厅有什么推荐吗？罗马有很多很棒的吃饭的地方。Trattoria da Teo 以其传统的罗马菜肴而闻名，而罗西奥利则以其披萨而闻名。你一定要试一试。感谢您的推荐，我一定要检查一下。在罗马还有什么我不应该错过的吗？除了著名的地标外，我还建议参观梵蒂冈城和探索梵蒂冈博物馆。西斯廷教堂是必看的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我一定要把梵蒂冈城包括在我的行程中。我等不及要去那里看所有的艺术和历史文物了。听起来你将在罗马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，一定要拍很多照片，享受冒险的每一刻。谢谢，我一定会捕捉回忆的。我回来后会告诉你情况如何。第21课，优雅又略带正式。我正在考虑参加一个活动，我想穿的优雅、略带正式的感觉，有什么建议吗？这是个好主意，为这个场合穿合适的着装表示尊重和体贴。你在寻找具体的服装建议吗？是的，如果有一些指导，我将不胜感激。我本来想穿一套量身定制的西装，但我不确定颜色，有什么想法吗？量身定制的西装是稍微正式的活动的绝佳选择。海军蓝、炭灰色或黑色等经典颜色始终是安全的选择。我同意，这些颜色永恒且用途广泛。我想我会穿一套海军蓝西装。那么，衬衫和领带呢？对于略显正式的造型，清爽的白色正装衬衫是经典之选。至于领带，你可以选择纯色或微妙的图案来搭配西装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会选择一件白色正装衬衫和一条带有微妙图案的领带，也许是带有小圆点或条纹的领带。很棒的选择，听起来您将拥有精致而精致的外观。别忘了将这件衣服搭配抛光的正装鞋和配套的腰带。绝对可以。在着装优雅时，注重细节至关重要。我会确保一切都协调好。要考虑的另一件事是配件。一块雅致的手表和一个口袋方巾可以为你的装扮增添一抹精致感。这是个好观点。我有一款经典的手表，可以很好的补充外观。我还要找一个与配色方案相匹配的口袋方巾。完美！西装、衬衫、领带、鞋子、腰带、手表和口袋方巾全部协调起来，您无疑会在活动中给人留下时尚的印象。谢谢你的帮助，我现在感觉更有信心了。穿的优雅又略显正式，就是要注意细节。第22课，鸡肉炸玉米饼和意大利面。
晚餐我想点不同的东西。剩下的几天里，鸡肉炸玉米饼和意大利面怎么样？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美味的组合。鸡肉炸玉米饼总是很受人欢迎，意大利面是经典的舒适食品，很棒的选择。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个主意。我以为整周都能混合各种口味和美食会很不错。你有最喜欢的炸玉米饼浇头吗？对于鸡肉炸玉米饼，我通常喜欢添加一些新鲜的浇头，比如番茄丁、切碎的生菜、切成薄片的鳄梨和少许酸橙汁。你呢？那些浇头听起来棒极了。我特别喜欢加点奶油鳄梨的想法。对于意大利面，你更喜欢特定的酱汁吗？说到意大利面，我喜欢浓郁可口的马里纳拉酱，有时候我会加点炒过的大蒜和洋葱来增强味道。那你呢？我也是马里纳拉酱的粉丝。我喜欢它有点浓郁的味道，还有淡淡的香草味，比如罗勒和牛至。它为意大利面增添了很多风味。同意，调味精良的马里纳拉酱可以提升一道简单的意大利面条菜肴的味道。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经典组合。我很期待享受这些饭菜，它们相对容易准备，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对其进行自定义，这是双赢的。绝对可以。在家做饭可以让你尝试不同的口味，享受根据自己的喜好量身定制的饭菜。另外，它可能是一项有趣而放松的活动。确实如此，这是漫长的一天后放松身心和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我一定要品尝我自制的鸡肉炸玉米饼和意大利面的每一口。第23课，通过运动缓解压力。我明白为什么运动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，这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你对此有何看法？我完全同意，运动有很多好处，包括降低压力水平，它有助于释放内啡肽，这是一种天然的太情绪迷人了！促进剂。我注意到，锻炼结束后，我总能感到更加放松和精力充沛。它就像一种天然的压力缓绝解剂。对可以。体育锻炼有助于清醒头脑，分散我们对日常烦恼的注意力，这是缓解压力和紧张情我还绪的健听说不康出口。同类型的运动会对减轻压力产生不同的影响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当然，虽然任何形式的运动都有好处，但瑜伽、普拉提和冥想等活动以其镇静作用而闻名。这很有趣。他们专注于我深呼以前从未吸和正念。尝试过瑜伽或普拉提，但我愿意试一试。听起来它们可以帮助我进一步放松。值得一试。许多人发现这些活动不仅对身体有益，而且可以舒缓心理。他们提供了一种缓解压我力的整会看看体方法。本地课程或在线教程，将瑜伽或普拉提纳入我的每周例行活动，可能是有效管理压力的好方法。这是个很棒的计划。在从运动中获得好处时，保持一致性是关键。慢慢开始，在感觉舒适时逐我很感激渐增加你的建议。强度。我很高兴探索这些新的运动选项，体验它们对我的整体健康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。第24课，与支持者共处。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。我听说与支持者在一起会非常有帮助。还有其他提示吗？绝对可以。拥有支持性的环境对于语言学习至关重要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尝试与母语人士一起练习或加入对话小组。这听起来很有帮助。
我一定会寻找与母语人士一起练习的机会。向精通该语言的人学习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。当然，让自己沉浸在语言和文化中可以加快学习速度。你也可以考虑用英语看电影或电视节目，以提高你的听力技能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会开始看更多的英语电影，试着自然地学会这门语言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当然，一些受英语学习者欢迎的电影包括《阿甘正传》、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和《追求幸福》。它们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清晰的对话。感谢您的建议，我会列出一份清单，然后开始观看。这将是学习和提高我的词汇量的一种有趣方式。绝对可以。当你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时，学习就会变得愉快。另一个技巧是设定特定的语言目标并跟踪进度，它将帮助你保持动力。这是个好观点，我会为自己制定计划并设定可实现的目标，这将给我一些值得努力的方向，并让我保持专注。这是个好方法，记得也要对自己保持耐心。学习一门语言需要时间，但只要不断努力，你一定会看到进步。你说的对，我会记住的。谢谢你的建议，安娜。我现在感觉更有动力和信心了。不客气，约翰。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。请记住，我是来支持你的语言学习之旅的。我很感激，安娜。拥有像你这样的支持朋友会改变一切。我会确保定期练习并不断进步。